7月24号，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了一份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的新规。这2天，网上最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中国富豪的离岸信托要统一缴20%的税了。一些拥有境外上市公司股权的企业家也可能要补缴一大笔税费。那这件事儿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呢？把股票放进海外信托，是不是也要直接拿出20%来交税呢？换一本外国护照，或者让外国人代持，能不能绕过去？先说我的判断啊，这次政策呢，不是对所有境外财富统一征收20%的财富税，也不是要禁止有钱人设立离岸信托，它真正要做的是把离岸信托从设立、赚钱到退出的整个过程都重新接回中国个人所得税的体系。说的再简单一点，财富可以放到海外，但是一个人是不是中国的税收居民，这笔资产到底由谁出钱、谁控制、谁享受利益，并不会因为中间多了几层公司和信托就自动消失了。首先，离岸信托到底是什么？很多人把开曼公司和离岸信托混在一起，其实他们不是一回事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老板手里有一批公司的股票，他不想把这些股票呢一直放在自己的名下，于是成立了一个信托，把股票交给专业的受托人管理。同时呢，提前写好了规划，每年可以给自己的家人多少钱，自己去世以后资产留给谁，公司的控制权怎样安排。装进去的是资产，负责管理的是受托人，最后呢可以拿到利益的叫受益人，这才叫信托。离岸信托本身并不违法，它可以用来做家族传承、资产管理、风险隔离和公司控制权的安排。但是呢，资产不写在本人名下，不代表这笔钱永远不用缴税，也不代表任何债权人和法院都绝对碰不到。这次的新规啊，可以用3道门槛来理解。第一道门槛是把资产装进信托，那这里呢不是说信托里有100亿的资产就直接得缴20亿，真正要算的呢，原则上是资产装入信托时候的市场价值减去当初取得这笔钱的成本和合理的费用。比如说，一个企业家早年取得了一批股票，成本呢是1个亿，后来把股票呢装进离岸信托的时候，市场价已经涨到了10个亿，那么原则上需要计算的是中间9亿的增值部分，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适用20%的税率。所以呢，信托里的本金不是统一打8折了，而是要算这笔钱在进入信托以后涨了多少钱。而这些增值呢，过去其实是没有依法纳过税的。第二个门槛呢，是资产在信托里面以后继续赚到的钱。信托里的股票会分红啊，现金会产生利息呀，受托人呢也可能买卖股票、房产或者其他资产。过去有些人认为，只要这些收益呢不真正分到自己的口袋里，而是一直留在境外信托或者是信托控制的境外公司里，就可以把纳税时间不断往后推。现在的新规明确了，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股息、利息和财产转让收益，要根据收益性质按年计算缴税，适用20%的税率。部分留在信托控制的境外实体里的收益，也可能被纳入计算。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棵树。过去有人认为啊，果子只要一直挂在树上，没摘下来放进自己的口袋里，那就不算自己的收入。现在呢，税务规则会继续让你往下看了。这个树是谁种的？谁在控制？果子最后呢，又是为谁准备的？已经按照规定缴过税的信托收益，将来真正分配给个人时，不会再重复征税。境外已经缴纳的符合条件的个人所得税，也可以依法抵免。第3道门槛呢，是信托终止、传承或者是个人改变税收身份。信托到期终止，要对清算收益计算税款。一个居民个人后来转成非居民个人，或者居民个人死亡以后，信托转给了非居民个人，也可能触发相应的税收清算。部分缴税确实有困难的情况，依法备案以后，可以在5年内分期缴纳。所以这次政策呢，不是只在信托门口收一次税，而是从进门住在里面到最后出门，整个生命周期都安装上了税收表。再说第二层含义啊，已经设立的离岸信托到底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根据公开资料的显示啊，中国高净值人士和企业家曾经通过开曼、BVI 等境外架构设立离岸家族信托，持有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或者其他海外资产。
但是这里呢要分清，不是某家公司因为股东存在离岸信托就得直接缴20%的税。这次针对的是个人所得税，真正可能成为纳税人的是把财产装入信托的人，实际控制信托的人，或者取得信托利益的中国居民个人。到底要不要补税，由谁补，补多少，至少要知道几个关键的事实，就是这个人现在是不是中国的税收居民，资产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当时值多少钱，原始成本是多少，谁拥有实际控制权，信托这些年赚了多少钱，境内外是否已经缴过相关的税款。所以呢，网上直接拿某位企业家今天的持股市值乘以20%，然后得出要补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说法和算法都是不可靠的。我们可以说，相关离岸信托可能需要按照新规重新评估，但是不能在没有完整资料的情况下呢，替任何一位企业家开出一张具体的税单。接下来是大家非常关心的3个问题了。第一个，如果你换成外国的国籍，是不是就不用缴了？答案是呢，不能这么简单的判断。取得外国国籍或者海外永久居留权，并不一定自动失去中国税收居民的身份。新规明确了，如果一个人的主要经济利益仍然来源于中国境内，仍然可能被判定为中国的税收居民个人。换句话说呢，换一本护照不等于你自动可以换掉税收居民的身份，具体身份仍然要根据居住、家庭、财产和经济利益等事实来判断。第二个问题，找一个外国人或者境外公司代持行不行？新规采用的是实质重于形式的判断，纸面上写的谁不是唯一的标准。如果财产实际上是由某个中国居民个人出资负担或者控制的，税务机关仍然可能按照这个实际控制人来判断纳税义务。说的更直白一点，以后呢不只看保险箱上写了谁的名字，还得看谁真正拿着他的钥匙。第3个问题啊，如果钱一直不汇回中国，是不是就不用缴税了？也不是。中国居民个人呢，原则上要就境外所得依法纳税，判断的重点是所得属于谁，而不是钱最后停在哪一家外国银行。再说第3层啊，为什么是现在？我觉得不能只把它的推出呢理解成财政需要增加收入，更大的背景是全球财富的透明度正在提高。过去一笔财富可能在开曼设立公司，另外一个国家设立信托，由香港或者是新加坡的机构管理。真正创造利润的企业呢，却在中国。等于所有权、控制权、受益权和纳税义务被有些人呢分散在了很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现在呢，各国税务规则越来越重视一件事儿，不只看法律文件表面怎么写，而是重新把资产、实际控制权、最终收益和税收居民的身份连接起来。这次新规呢，还给过去已经设立的信托留出了一个过渡的窗口。对于2023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期间装入离岸信托形成的应缴未缴的税款，以及2026年以前部分尚未缴税的信托收益，纳税人要在公告实施之日起90天内申报缴纳。符合规定的，在这个期限内申报，不加收滞纳金。但是这个90天呢，不是统一的免税期，超过期限以后，税务机关可以依法追缴税款，并加收滞纳金。只有在被认定构成偷税逃税的情况下，才会进一步适用相应的处罚。所以呢，离岸信托不会因为这份文件就消失。真正有家族治理、代际传承、公司控制权安排和合法风险隔离需求的人，仍然会使用信托。发生变化的是，高净值人士以后啊，不能期待这个结构能够帮你把税收一直往后推了。更重要的问题将会变成，这个信托有没有真实的商业和传承的目的？资产来源能不能被解释？控制权能不能说清楚？整个安排能不能经得起税务机关的穿透核查？很多人看到这条新闻，第一反应呢就是富豪得补缴多少税，但是我觉得它真正代表的是一种财富秩序的变化。全球化让资本可以跨境流动，也让很多人的家庭、身份和资产分布在不同的国家。但是财富越全球化，税务规则反而越需要确认谁真正拥有这笔财富，谁真正控制它，谁最终享受了收益。离岸信托没有被禁止，财富传承也没有被否定，
真正逐渐结束的是把结构复杂和信息不透明本身当成长期税收优势的时代。财富可以离岸，但是税收居民的身份、实际控制权和纳税责任正在被重新连在一起。